飒飒西風渭水，蕭蕭落葉長安。英雄回首北邙山，虎斗龙争過眼。闲看灞桥杨柳，凄凉露冷風寒。断禅生理凭欄杆，不觉斜陽又晚。话說16國時期，后趙石虎的麾下有一员氐族的老将，名叫伏弘。这位老将军因为多有征戰履歷戰功，先被拜為龍驤將軍，又被拜為冠軍大將軍、西平郡公。伏弘有個孫子叫伏生，這一年呢長到了7歲的年紀，小孩長得很好看，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。可是唯獨一點，他先天性視力有點障礙，倆眼睛只有一個好使。那麼身體的缺陷讓這伏生十分的自卑、敏感、暴躁。他有一個並不快樂的童年，身邊的一些小朋友們時不時的有人會嘲諷他，連他的爺爺也拿他的缺陷開玩笑。有這麼一天，伏弘問伏生說：“我聽說你哭的時候只有一隻眼睛流淚，是不是真的呀？”樹怕扒皮，人怕揭短。誰也沒想到這麼一句話頓時讓這小伏生發狂一般，順手抽出一把小刀，照着自己的臉上就劃了一下。這個鮮血滴滴答答落到腳面，伏生對伏弘低吼說：“這也是我的眼淚。”伏弘心下大驚，當下對着伏生就一通鞭打。這伏生再次出言頂撞，說：“我生來只受刀斧，不受鞭錘。”氣得老伏弘這鬍子都跟着亂顫，大聲呵斥：“你要再這麼頑劣，我就讓你終生為奴。”伏生是絲毫不在意，翻着白眼回答說：“哼，那樣我倒是可以和石勒相提並論了。”石勒是後趙的開國君主，伏生大呼其名，這可就是大不敬了。嚇得伏弘趕忙光着腳捂住他的嘴，過後專門對伏生的父親伏建說：“你這兒子狂悖無倫，應該盡早殺掉，省得將來做出更加大逆不道的事情來。”伏建有心遵照父命殺掉伏生，可是心裡又不落忍。他的弟弟伏雄也勸阻說：“小孩子不懂事兒，長大了不就好了嗎？何苦因為這麼點事兒殺了他呢？”伏建由此就饒過了伏生。他這一饒伏建從此多了一個禍害，人世間也多了一個妖魔。感謝您收看收聽烽火趙東南的節目，這是漫聊五胡16國的第11集，片中內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。前秦由五胡中的氐族人所建立，以傳統意義上的16國而論的話，前秦是其中最強盛的國家，沒有之一。比後趙更加徹底的統一了中國北方，又差一點就完成了南北統一。而他所差的這一點就是眾所周知的淝水之戰。前秦的有關內容我目前的計劃是做2到3期，這一期主要是聊淝水之戰之前從伏弘到苻堅的一段歷史。那麼下面我們就閒言少敘，咱們正式開講。氐族是歷史上一個十分古老的民族，最早在殷商時期就已經有氐人的記載。他們是世代居住在今天陕西、甘肅、四川的交界一帶，因為時常和羌族人交錯雜居，一些生活習慣也都十分相似，歷史上往往將他們並稱為氐羌。和匈奴鲜卑區別很大的一點是羌人以農耕為主。那麼前秦服氏最早其實並不姓伏，因為當年家裡面長有5丈高的蒲草，街坊四鄰都稱呼他們是蒲家，他們後來就索性以蒲為姓。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蒲弘。他的父親是氐族部落的一個小頭目，12歲這一年父親去世，蒲弘繼任。小年紀是驍勇多權略，樂善好施。趕上永嘉之亂，蒲弘散出千金，招攬四方豪傑，被氐人們推為盟主。劉曜稱帝以後降了劉曜，再後來又投奔了石虎。蒲弘一直以來是深受石虎的信任和重用。石虎病逝以後石尊继位，當時負責后趙西大門，
坐鎮關中的蒲洪，因為冉閔的建議，被师尊免去了雍勤都督的職務。這個蒲洪呢，惱羞成怒，回到自己的根據地方頭，他就派遣使者向東晉投了降。很快的，北方大亂，冉閔屠胡，大批的早就遷到關東的三秦流民成群結隊回到關中故里。方頭的這個位置正好處於交通樞紐，這些流民呢，途經方頭，共同推舉蒲洪為主。就這樣，蒲洪的隊伍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膨脹到10餘萬之眾。東晉的朝廷啊，任命蒲洪為征北大將軍。蒲洪呢，根據草腹應王的讖語，將自家的蒲改成了福，自稱為三秦王大單於大將軍。這個蒲洪在當時啊，有很多强劲的競爭對手，和他原本同屬一個陣营的羌族領袖姚懿仲就是其中之一。姚蒲兩家啊，都想趁亂進入關中，占據有利地形，做大做強。很快，這姚懿仲派兒子姚襄領兵5萬來打蒲洪，結果呢，被蒲洪殺得大敗。氐族蒲氏自此取得了進兵關中的主動權。得意的蒲洪啊，在打敗了姚襄之後，說了這麼一番話，說：“孤率眾10萬居形勝之地，冉閔、慕容俊指日可滅。姚襄父子克之在我掌握之中，孤取天下呀，比漢高祖劉邦還要輕鬆。”可惜這通狠話說了沒多久啊，這個蒲洪就死了。這個蒲洪怎麼死的呢？原本同在石虎陣營有一員大將，名叫麻丘。麻丘投降了蒲洪，蒲洪呢很器重他，但是這個麻丘心懷歹意，一直想把蒲洪的這個部眾啊據為己有。有這麼一天呢，麻丘邀請蒲洪來到家裡做客，並且偷偷在酒菜裡面下了毒。蒲洪中毒的這個反應啊比較慢，一時沒死了，他就趕緊讓世子苻建去誅殺了麻丘。臨死之前，蒲洪特意交代苻建說：“我一直沒有入關，以為中州指日可定，沒想到今天卻被小人所害。關中是形勝之地，進可以一統天下，退可以坐守秦雍。我死以後，你們兄弟要抓緊入關吶。”說完這番話呢，蒲洪就死了。應該說，蒲氏後來的強大呀，應該首先歸功於蒲洪在臨死前制定的這個決策。不久以後呢，苻建瞅準時機，兵分2路直取關中。這年的10月，苻建是兵不血刃攻占了長安。3個月以後，在公元351年的正月20日，苻建自稱天王，國號大秦，立宗廟，置百官，建立了這個前秦政權。苻建以他的妻子強氏啊為天王後，以嫡長子苻長為天王太子，弟弟苻雄為丞相，都督中外諸軍事。到了第2年啊，苻建是正式稱帝，一邊輕徭薄賦招攬人才，一邊呢派出苻雄、苻京大殺四方。就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，這個新生的王朝遭遇了一次險些徹底顛覆的危機。打南邊來了一個牛人，這個牛人的名字叫桓溫。桓溫啊，字元子，东晉宣城内史桓頤的長子。因為消滅了成漢，一時呢威名赫赫，進而把控了東晉的大權。有關桓溫的故事啊，大家如果希望專門聊一聊的，可以到評論區給我留言。東晉永和10年的2月，桓溫親率步騎4萬自江陵出發，北伐前秦。先是走水路，自襄陽入军口，再從西川出武關，越秦嶺，直取關中。與此同時，他命令蜀中的司馬勳兵出子午谷，走了當年魏延向諸葛亮建議的路線。這麼2路大軍相互配合着，他們就殺向了長安。桓溫這一路啊，走的是比較順利的。3月就攻入了上洛，俘虜了前秦的荊州刺史郭靖。他的部隊呢，進入到了今天蓝田縣的南部。這時候，遠在涼州的錢糧聽說桓溫北伐，也想湊熱鬧分一杯羹，他們就派人前去攻打前秦的西南重鎮陳倉，就是今天陝西的寶雞。面對3路受敌的不利局面，
這個前秦的皇帝苻建呀，選擇集中兵力專門对付桓溫這一路。他派出太子苻長、丞相苻雄、淮南王苻生、平昌王苻京，率5萬人馬屯兵姚關，攔住晉軍的去路。從地圖上啊，不難看出姚關的這個地理位置十分險要。過去姚關就是關中平原。秦晉雙方啊，很快展開了一場大戰。前秦的淮南王苻生，就是咱們開頭說到的那位，在姚關下大呼突陣。這個人在性格上啊，極度的偏執狂暴，與此同時呢，在武力方面卻又有着格外生猛的表現。史書記載他啊，在長大以後是力舉千軍，雄勇好殺，手革猛獸，走疾奔馬，击刺騎射，冠絕一時。那麼這一次啊，來到姚關與晉軍交鋒，苻生是單人匹馬衝入敵陣。桓溫麾下有員大將叫應旦，想要上前攔阻，二馬一錯蹬的功夫，被苻生大喝一聲劈落馬下。這個時候又有一員名叫劉宏的晉朝大將挺槍催馬來戰，才交手了幾個回合，一樣被苻生給斬殺。桓溫的前隊啊，由此大亂。苻生呢是執刀玄武，出入自如。《三國演義》裡邊啊寫趙雲、趙子龍為救幼主，在長坂坡殺了個7進7出。前秦苻生的勇猛比演義裡的趙雲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單騎突陣如入無人之境，衝進去又殺出來，來回共計10次之多。說苻生殺得興起，秦軍正要趁勢掩殺之際，忽然聽見晉軍的陣後發出一聲號鼓，眨眼間是鋪天蓋地的凋零箭好像飛蝗一般就射了過來。苻生是毫不慌忙的拨打，偏偏背後有人狂叫，音带悲酸。苻生回頭看了一眼，剛好看見有一人從馬上摔了下來，退後幾步翻身下馬，把那人扶起来一看，正是他自己的兄长太子苻長，身上啊已經中了2箭。苻生是趕忙保護着兄長回營，晉軍突然暴風骤雨般殺來，一場激戰眼見得前秦全軍潰散，一敗塗地。東晉的軍隊啊是乘勝而前，进抵灞上，和長安城只剩下20-30里的距離。這是前秦建立幾年以來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機。苻建進發城中精銳3萬，派大司馬雷若兒統領，與太子苻長合兵一處，守在南城。苻建自己領老弱6000人固守內城。桓溫的部队呢，這時候駐紮在了灞水岸邊的一處高地。從永嘉之亂開始啊，一轉眼關中已經被胡人佔據了40多年。聽說晉朝的軍隊北伐，駐軍到了灞水邊上，漢人百姓紛紛帶着酒肉來勞軍，男女老幼夾道圍觀。白髮老者有人流着淚說，想不到有生之年啊，還能再次看到官軍。說有這麼一天啊，打營門外來了個人，點名道姓要求見征西大將軍桓溫。桓溫這時候啊有意招揽人才，當下呢傳入寒暄落座。只看這人穿了一身粗布的衣裳，昂然就坐，是悶聲而談，旁若無人。周圍的人啊都很驚訝，心說打哪兒來這麼一個怪物呢？這人到底是誰呢？且聽下一章節。說桓溫在灞上的軍營接見了個奇人，此人是言辭機敏，學識淵博，胸中好似有萬千丘壑。侃侃而談之間，連桓溫也不由得在心裡暗自讚嘆。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，這人說着说着，伸手入懷，淡定地從衣服裡摸出一個獅子，談笑間輕輕一捏，就會讓這個惡蟲喪命於兩指之間，面不改色，旁若無人。那份能把大俗升華為大雅的這個氣度，一看就絕非一般的書生可比。兩人談論不止，桓溫感到十分的驚異，當下問他姓名，這才知道此人姓王，名猛，字景略，出身貧寒，家在北海巨縣，就是今天的山東壽光南邊。晉書裡邊啊，有關王猛的記載比較魔幻，說王猛早年有奇遇，得一人相助，在華陰山中隱居，學道多年，聽說了桓溫入關，這才出山相見。資治通鑑啊，則比較客觀，
說他是年少好學，倜儻有大志，不屑細物，人皆輕之。猛悠然自得，隱居華陰。說桓溫和王猛兩人談論了好半天。末了，桓溫問王猛說：“吾奉天子之命，將銳兵10萬，為百姓除殘賊，而三秦豪傑未有志者，何也？”我費這麼大勁兒北伐來到長安，可是三秦的豪傑至今沒一個前來歸附的，這到底是為個嘛呀？王猛呢，微微一笑，回答說：“公不遠數千里，深入敵境，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，百姓為之攻心，所以不至。您來都來了，到了長安卻停滯不前，人們倒是想來歸附，哪兒摸得準您到底是怎麼想的呢？”有關桓溫這一次北伐呀，一直是有一些爭論的。王猛所說其實是一針見血。此時的桓溫看似形勢大好，其實已經是强弩之末。周邊田地的青苗也被苻建下令提前收割一空，孤军深入，粮草難以接济。長安的这個服氏絕非善類，東邊的慕容鮮卑也統一了河北。桓溫的政治目的已經達成，那麼軍事上就沒有必要再冒這個風險了。簡單來說呢，這就是他當時不過灞水的原因。那麼聽聞王猛將自己心中隱秘輕鬆點破，桓溫是沉吟良久，才緩緩地說道：“先生高才，江東無人可比也。”隨即呢，提出讓王猛擔任自己的軍謀祭酒。過後不久，桓溫在白鹿原又和伏雄打了一仗。這一場呢，是晋軍失利，折損了1萬多人。到了這年6月，桓溫權衡利弊，遷走百姓3000多戶，退出了關中。臨走邀請王猛一同去南方發展，王猛並沒有同意，婉言謝絕了他的邀請。桓溫退兵以後苻建派太子苻長一路追到潼關，伏斬了晋軍1萬多人，又派伏雄先後擊退了司馬勳和錢糧的兵馬，前秦這才轉危為安。剛剛要論功行賞，丞相東海王伏雄在討伐叛軍的途中病逝了。苻建聽聞噩耗，哭到吐血，捶胸頓足地說：“難道老天不希望我平定四海嗎？怎麼這麼着急就奪走我的元才呀？”這個元才是伏雄的字。苻建哭伏雄，哭得情真意切。一方面呢，他是自己的弟弟；一方面，他是多年以來的左膀右臂，戎馬一生，為前秦的建國開疆立下了不朽的功勳。伏雄死了以後，他的一個當時只有16歲的兒子承襲了王位。這孩子出生的時候由於腦袋特別大，他的祖父伏弘呢就給起了個小名叫尖頭，他的大名叫做苻堅。伏雄病逝不久，太子苻長因為當初身中流箭，傷口沒有處理好，傷勢突然惡化，醫治無效，英年早逝。那個只有一隻眼睛的苻生，因為在戰場上表現極為生猛，又因為當時有一句3陽5眼的讖語，被他的父親苻建立為太子。長子和弟弟的這個死亡讓苻建深受打擊。沒多久呢，他本人也一病不起。臨死前，以太師於尊、丞相雷若爾等8個人并受遺詔輔政，又叫來苻生，叮囑說：“6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，若不聽汝命，一劍除之。但凡有人不聽話，就可以想辦法除掉。”一邊是安排大臣輔政，一邊是叫兒子必要的時候要痛下殺手，看似矛盾，實則無奈。轉一天，苻建病死在了長安太極前殿，時年39歲。太子苻生順利繼位，成為了前秦的第2個皇帝，開始了他極其荒淫殘暴的執政生涯。苻生字長生，他是苻建的第3個兒子，剛剛成為前秦帝國新的主人。除了大赦天下，苻生還下令改元授光。改元這個事兒，如果依照傳統，為了表示尊重，新君改元通常要等到第2年的正月。苻生不顧及禮制，當年就要改元。那麼這個做法呢，很快引來一众大臣的反對。
福生是勃然大怒，斥退群臣，暗中呢派人去查，看看是誰在領頭唱反調。這查呢就查到了輔政8大臣的右僕射段純。福生沒有多餘廢話，找了個理由，把這段純呢就給咔嚓了。對於福生這個人啊，幾乎所有的史書，絕大多數的論著都認為他是一個十足的暴君。我們依照史書來看啊，福生在位的這2年，除了殺人，基本上沒幹什麼人事，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幼、親疏貴賤，殺心一起，眾生平等。8個輔政大臣從段純開始一個不留，接連成為了福生的刀下亡魂。其中呢，包括丞相雷若兒的9個兒子、27個孫子，以及太師於尊的妻子師孫。有那個負責天象的大臣啊，跟福生報告說，不出3年，國有大喪，願陛下休得攘災。哪成想福生啊，為了災禍不落到自己身上，說皇后和我並臨天下，皇后死了就是大喪，災禍自然也就破解了。轉回頭呢，就手持利刃，讓自己的正宮梁氏領了盒飯。自己的老婆說殺就殺，絕不含糊。其他的一些人，比如像老丈人、親娘舅，也都不在話下。只要是觸怒了這位活閻王，一律叫你甭想看到第2天早起的太陽。除了這些當朝的權貴，福生還殺自己的太醫。說有這麼一次啊，福生頭1天吃多了大棗，到了第2天呢，這個肚子就翻江倒海的不舒服。傳來太醫一瞧，太醫說沒什麼毛病，陛下這是大棗吃的有點多了導致的。他這話一說出口，福生直接怒了，說你他娘又不是神仙，怎麼知道我吃了棗呢？當下命人把这太医拖出去就給砍了。又有一次啊，福生和自己的寵妃在樓上看着風景，正巧呢尚書僕射賈玄石從樓下路過。這個賈玄石啊是當時的一位大帥哥，福生的寵妃無意間問了一嘴，說這是什麼人啊？沒想到這一句話掀翻了無厘頭的醋壇子，賈玄石過後因此喪命。有理由要殺，沒理由制造理由也要殺。有那麼一次，福生啊出城遊玩，路上遇到一對俊俏的男女，讓人一問，了解到這是一對親生的兄妹。福生頓時心生齷齪，下令要讓這俩人強行為愛鼓掌。俩人說我們鼓不起來呀。福生說鼓不起來啊，鼓不起来你們就死吧。一對兄妹无缘无故就這樣領了盒飯。因為自己的眼睛啊存在先天性的缺陷，福生呢特別反感別人在他面前說殘缺偏執少無不具等等一些言語。有那麼一個倒霉的太醫，在配藥的時候啊，突然被福生問到那個人參的好壞和配比成分。這個太醫啊順口回答了一句，說雖小小不具，自可堪用。雖然稍微有點不足，但是仍然夠用。這麼一句不具，讓福生認為是在譏諷自己。該太醫在當天就去找閻王爺報了到。我們以往的一些節目當中啊，已經聊過了不少的昏君暴君，比如石虎、高陽、劉子業。和這些人相比啊，福生的殘暴往往讓人摸不着頭腦。有那麼一次，福生問左右服侍的人說，從打我當了皇帝，外面都怎麼議論我呀？左右回答說，陛下聖明，賞罰分明，天下維歌太平。福生突然變臉，說你尼瑪這是在諂媚我呀！來人，把他給我拖出去砍了。過了沒幾天啊，他又問起同樣的問題。有了前面的例子啊，左右只好硬着頭皮說，陛下在刑罰方面啊稍稍微微有點過了。福生又變了臉，說你尼瑪這是在誹謗我啊！這次也不例外，又害了一條無辜的性命。死亡本身啊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得好死。刀槍劍戟斧钺鈎叉這些已經膩了，量身定制的各種錘子、鉗子、鋸子、凿子被福生呢时常帶在身邊，放在左右。只要福生發話，這些器具啊隨時隨地都可以派上用場。如果是一個普通的變態啊也就罷了，可是偏偏這種人當了皇帝，種種惡行一時間搞得人心惶惶，大臣們能辭官的紛紛辭官，辭不了的得保一日
如度10年。說怎麼還如度10年？因為每天每時每刻都是未知的，上朝就好比上刑场，浮生肆无忌惮的折腾，那麼很快也就折腾到了头。时间啊，来到前秦寿光2年，前面说過的羌人領袖姚襄在洛陽對陣東晉的桓溫吃了敗仗之後，一路跑到了今天陕西渭南的北邊一個3不管的地帶，站穩了腳跟之後，就開始在那裡招兵買馬。姚襄的漸漸做大，讓浮生意識到了威脅。壽光3年4月，他派出伏黃梅、苻堅等人前去征討，几人用計把姚襄殺敗，並且擒斬了姚襄。那麼姚襄的弟弟姚長率領餘眾投降。這個伏黃梅啊，本來是浮生的堂兄，掃除了姚襄這個隱患之後，本來應該是加官進爵，可是浮生不但不給賞賜，還多次當眾言語侮辱，說伏黃梅啊惱羞成怒，謀劃要殺掉浮生。一不小心走漏了風聲，這個伏黃梅呢遭到浮生的反殺，還因此牽連很多王公大臣掉了腦袋。有這麼一天，這浮生做了一個夢，他夢見有一條大魚啊從水中翻騰而起，吃光了水裡的蒲草。醒來以後呢，浮生越琢磨這心裡越膈應。浮氏本來姓蒲，這個蒲草被大魚吃光，讓他感覺是個不祥之兆。又想到最近啊長安流傳一首童謠，說東海大魚化為龍，男皆為王，女為公。這個浮生呢就把周圍的人盤算了個遍，最後認定這個東海大魚就是當朝太師於尊，馬上下令把這於氏一門來了個一勺烩。上一章節咱們提到的於尊本人，加上他的妻子10孫，就這樣丟了性命。如果按照史書中的解釋啊，東海大魚化為龍的讖語其實壓根兒就不是在說於尊，而是當時的東海王苻堅。說苻堅的早年啊，像很多古代帝王一樣，有這麼幾件令人稱奇的過往。我這麼一說，您這麼一聽，聽到最後呢，我再給您歸納總結。有那麼一天啊，福雄的夫人苟氏到漳水邊上的西門抱祠去祈福求子，到了晚上就夢見神仙來找自己，兩人歡好之後，苟氏就有了身孕，12個月以後生下一子，就是苻堅。說苻堅出生的時候啊，有神光從天而降，這個產婆給他洗去身上的血跡之後啊，發現這孩子背後有幾個紅字兒。漸漸長大以後呢，這個字跡越來越清晰起來，寫的是草父陳幼土，王賢陽。這苻堅啊，生來腦袋大身子長，臂垂過膝，目有紫光。現實當中啊，如果真有這麼一人，看上去其實挺瘆得慌的。雙手長過膝蓋，一個大頭，兩眼直冒紫光。然而在中國古代，這些往往是一個人貴不可言的標記。當時以食人為名的高平名士徐統啊，就曾預言說苻堅呢有霸王之相。到了伏洪遇害，苻堅領兵入關，有這麼一天晚上啊，苻堅也做了個夢，他夢見一位身穿紅衣、頭戴紅冠的仙人，命令他封苻堅為龍驤將軍。第二天呢，苻堅就依照夢境拜當時只有12歲的苻堅為龍驤將軍，並且流着淚對苻堅說：“孩兒啊，想當年你的祖父、你的父親都曾接受過這個封號，如今我把這個封號授給你，你可要好自為之啊。”苻堅當時啊什麼也沒說，翻身上馬，揮劍長嘯，舉止威嚴，手下的士卒啊莫不嘆服。好了，我們看人神結合，長時間的赖在娘胎裡不出来，出生的时候呢有奇觀，天生這個長相和一般人不一樣，時不時的來個神仙托個夢，包括那個諸如東海大魚化為龍的讖語，總結起來就有一個字兒，全是套路。苻堅基本上啊是結合了中國古代大多數帝王的奇幻記載，那個大魚化龍的讖語巧合的令人叫絕，更像是後來的人們
為苻堅量身打造合理合法穩固其統治地位的慣用招數。有了這些思考，你說那個關於苻生無比殘暴的記載，會不會也是後來經過篡改的呢？說苻生當皇帝這2年啊，苻堅盡可能避免和這位堂兄發生直接衝突，默默地發展着自己的勢力。開国元老強望、梁平老、呂婆樓都堪稱當时的王佐之才，可是并没有得到苻生的重用。当初跟着姚襄的薛贊和权益都是当世人杰，同樣不受苻生的待見。結果呢，這些人全都被苻堅暗中聯絡，發展成了中堅力量，繼而在接下來的政變當中起到了謀主和積極參與者的作用。苻黃梅謀反案發之後啊，長安城裡是人人自危，這裡邊也包括苻堅。討伐姚襄的時候呢，苻堅是苻黃梅的副將。如果苻生繼續濫殺下去，保不齊苻堅會不會因此遭殃？很快，薛贊、權益找到苻堅，向他提議說，主上暴虐，應該早做打算。苻堅的心裡啊，一時是拿不準主意，他就找來了心腹呂婆樓商議對策。呂婆樓說，我呀，其實不足以參謀這種大事。我家裡有個客人叫王猛，這人相當了得，文韜武略，稱得上是當世無雙。陛下，你不妨把他請出來，共商大計。很快呢，通過這個呂婆樓在中間搭橋，苻堅在20歲這一年，終於見到了他這一生最為重要、最為得力的助手王猛。兩人見面之後，究竟聊了什麼內容？王猛有沒有像上一次見桓溫一樣悶聲論道？史籍當中全無記載。我們只知道這兩個人啊，相談甚歡，並且一見如故。苻堅是心情大好，說自己就像當年的劉玄德遇到了諸葛孔明。那麼學好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。王猛這個出身寒門的漢人，被徐統評價為命世之才的奇士，也終於在韜光養晦多年以後遇到了他的當世明主。不久以後發生了這樣一個偶然事件。苻生有一天夜裡在酒醉以後啊，對身邊侍寢的宮婢說了一句，阿法兄弟也不可信，明日當處止。阿法呀，指的是苻堅的哥哥清河王苻法。這個宮婢啊，可能是苻堅事先安排的眼線，急忙連夜把這個消息啊告知了苻堅、苻法。哥倆一商量，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，索性也就發動了政變。苻法領着幾百個死士偷偷潛入皇宮，打開了雲龍門。苻堅和呂婆樓帶着300多人殺進宮中。負責皇宮守衛的那個將士們啊，估計早就受過了苻生，紛紛選擇放棄抵抗，歸順苻堅。當苻生、苻堅這一對堂兄弟在寢宮中見面的時候，這一場原本應該充滿血腥味道的政變，進行到最後的關頭，突然變得莫名的滑稽和搞笑。苻生當時已經醉的是幾乎人事不省，暈暈乎乎看到杀氣騰騰衝進了許多當兵的，他吃驚的問左右服侍的人，來者何人啊？答，他們都是叛軍。苻生又問，他們見了朕因何不拜呀？他沒有聽到回答，卻聽到這些當兵的全都笑了起來。苻生當場發飆，再笑就把你們通通殺掉。這些人果然不笑了，他們一擁而上，把苻生架到了另外一間屋子。他的堂弟將他廢為越王，隨後命人結果了他的性命。臨死前啊，苻生是狂飲數杯，在昏醉的狀態下走到了他的人生終點。時年23歲，諡號厲王。苻生死了，苻堅、苻法兩兄弟為了誰當皇帝，互相謙讓推辭起來。苻法認為自己是庶出，不合禮制，苻堅認為自己歲數太小，威望不夠。爭論來爭論去，最後還是在母親苟氏的首肯以及群臣的堅決擁護下，由苻堅披上龍袍，為了表示謙遜，苻堅去皇帝號，稱大秦天王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永興。苻堅登上了16國的歷史舞台，他
傳奇又悲壯的一生也將從這裡正式開始。感謝您收看收聽烽火趙東南的節目，這是漫聊五胡十六國的第11集，片中內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，歡迎分享以及評論。苻堅終於登上了權力寶座，然而他面對的是秦晉燕三足鼎立，钱粮和代窥伺於邊的複雜形勢。苻法在苻堅繼位不到半年以後被賜死，王猛一時間得罪了許多人，長安周邊的宗室王公合起夥來，要和苻堅公開叫板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